I am， all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我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点封闭自己的人。在5年前，我在一次演唱会上，我跟大家说，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我很害怕给人承诺，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而且我很怕一旦有了承诺之后，就意味着我和这个人建立了一层关系，这个关系是很难去分割开的。而我习惯自己一个人，我害怕跟人有那个分割不开的关系。我犯错了，你们也得宠着。今年是5年，这是我兑现我的承诺的第一个5年。这特别，就是类似这样的一路上我的责任。那个画还没出啊？对 A 考里面还没有。哦，还没出来。后面这个只是前奏，它之后的时候，这边都会你的画框，所以你的 live 的你在台上的那些表现啊，那些特写状态都在那个画框里面。牌的话，能找到塔上不塔？我这边其实我可以，我不知道比较或做或是有态度的上面，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像是你在钢琴上的感觉？对，现在我主要是需要一个东西把我禁锢起来，就这么简单。就是其实我它可以是一个高度。我觉得花花给我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一个小男生，但是他的头脑里面好像存在着很多不可预、太多的东西了。我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面，那个黑屋里面它可能是全暗的。你没有办法具象化的时候，你的思维就会变开阔。那时候你的听觉能力会变得很敏感，然后你可以在一个黑暗当中自己往这个上面去涂色、涂颜色，那个画面感会很强。而且在黑暗当中特别容易去画出宇宙星图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写的音乐有很多歌曲是有点跟宇宙有关系，对。告别这星光和淡来去是假象，就用这掌声散去，奚落是假象，谁对这冷眼不敢。哎呀，对不起。针对这份光讲究，敏感是假象，告别这心淡和淡，再来一次，掌声散去，是，哎呀，太难了。奚落是假象，谁对这冷眼光望天地是假象，再来一次。
隔壁这星光暗淡，来去是假象，最终这场散去，起落是假象。其实这5年来我接触的东西和我5年前接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跟很多的人去聊天这5年，然后我也看过很多不一样的精彩的世界。通过这些谈话内容和看到的世界，再来去升华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自己的世界变得更不一样吧，更开阔一些。那其实当我的格局变开阔之后呢，我创作的东西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在我音乐都已经丰富的情况下，那我的演唱就必须要跟得上我的音乐。这个时候我就会不断的去练习，为了唱好，为了达到为了我的硬件能够跟得上我的大脑。所以我就会练习我的硬件，所以我可以把我开阔的部分再结合到音乐，稍微具象化一点，然后把它给发出来，然后给歌迷听，然后让他们能看到我这5年来的变化。对于这个场对于有那个歌有点太大了，就太空旷了。它不够 close， 是就是所以说就是要给他一个让他能够抽搐的一个空间。穿个病号服啊。不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吧，就是或者因为你这个穿的什么衣服不知道啊？我就说如果躺在床上唱行不行？那跟这个生成一个很奇怪的形，它瘫在那里唱，那个跟床不是那么具象，但是它是有一个像是什么样的比较几何式的造型。在床上的话，可以由先躺着到痛苦，到挣扎，到蜷缩，到那个发疯，有那个过程。我可以在一张手上完成这个。It's far, far away. It's far away. 太累了，这样。对呀。其实在我这儿，我不相信有什么天才，都是要靠努力的。其实很多的，你的成绩是在你的这个努力当中累积起来的。从技法上各方面来说，其实一点都不复杂，但是往往呢，就是它的那些音和音之间的组合，伴奏跟音乐之间的关系，有它自己非常独特的地方，而且还挺有空间跟拓展性的。我先试下看能不能翻啊。好来，我天哪！哎呀，不要过不来，对吧？是不是得用力才行啊？对，要用力，所有力量往前。先转一转，先试试，转一转先试试。要不人工辅助一下？我天哪，一圈够了。不是我想让他2圈的，他自己要2圈的。对，老师，哎，腿是要并齐才行。啊，我这个腿并不上的。这样，对，这样，对，膝盖伸直，全面绷直，全面hướng下，往翻。哎，嘴巴子也行。有点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唱。
不能让我看一下？等会儿给你拿个。小波，多过。一会儿拿那个酒精先消消它的头是吧？拿那个好吧？一边要唱歌，一边要注重平衡，一边要克服心里的恐惧，然后还要耍帅，真的很难。最重要的是要帅。其实我今年做演唱会，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5年，然后我想我都已经出道5年了，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觉得我这5年来我在音乐上，我创作的初衷应该是没有变的，对，就是我还是想的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想的是我想写什么东西就直接去写。有时候说，歌手应该是去做一些歌迷们喜欢的音乐，但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如果写歌的话，应该是写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是把我自己的世界分享给他们，这是一种最好的一种交流方式。就好比说，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那如果我愿意跟这个人交朋友的话，我一定是在告诉他我的想法，我让他来了解我，然后我也会不断的去问他问题，然后我想去了解他。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跟歌迷也是一样，我通过音乐作品，通过音乐让我和歌迷之间产生了一个那个桥梁来搭建起来，用音乐的方式。那我只能通过音乐来向他们传递，就是我最近我的画面是什么，我的思想是什么，我是如何来表达我的爱，我对这个世界的爱，还是说我对我的生活当中的爱，还是说我对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自爱，就是我会告诉他们。OK 的，但我觉得得有个渐强吧，当咚咚当咚当咚咚咚咚。那通过底鼓呢？通过底鼓来呢？不是，我说最后面，最后那个当咚咚当咚咚当咚咚咚咚咚当咚，有个渐强的一个效果。5年前我还是选手的时候，春春就有跟我说过，他说你要在这个等你入了这行，你要学会在这个行业里面耐得住寂寞。我当时最早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会独处。我其实当时没有太在意春春这句话，直到我出道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春春当时说那句话的含义，就是所谓耐得住寂寞，是因为你在这个行业会遇到你出道之前很多时候你遇不到的那种诱惑，而这个时候你要能尝试的是去努力做到抵抗这些诱惑，还能坚持自己的独处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放轻松的全身心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这5年来我接触的东西和我5年前接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可能跟很多的人去聊天，然后我也看过很多不一样的精彩的世界。我能通过这些谈话内容和看到的世界，再来去升华我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我自己的世界变得更不一样吧，更开阔一些。我可以把我开阔的部分再结合到音乐，把它给发出来，然后给歌迷听，然后让他们能看到我这5年来的变化。
觉得好一些，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们不是把麦克风调小，然后我觉得人声好像是闷在里面，但后来其实应该主要是慢歌的时候，我觉得主要是钢琴，慢歌主要是钢琴，Program 里边有什么弦乐啊那些。要出来一点。我是主唱，但是每一个人都特别希望对方会有谁谁谁可以直接就指出来问题，我以前也会指别人的问题，别人也会指我的问题，这样的话大家都会特别开心，因为总比所有人在夸你要好。王老师，这首歌的结尾你来帮我们看，就是最后乐队全部停下来之后，然后你来弹一下。其实我觉得我这5年来我在音乐上，我创作的初衷应该是没有变。我觉得人一定在创作上会有一些变化的，但这个变化我觉得不是我为了要去变而去变，所以我觉得我在创作上是一直在坚持的是这么一个理念。不要去逼自己去做太多突破和改变，而是让它顺其自然的去改变和突破，这样做出来的音乐会纯粹一些。不，这个时候我不唱最后一个字的。就是我是 Why Nobody， 我会把这个给大家，然后你听到观众唱 Why， 你再下，我们再来一次。应该是慢一点，应该是 Why Nobody Fight， 不 Why Nobody Fight， 对，就是等大家唱完之后你再来。看演唱会的话，我挺淡定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没有外人的一个场合，大家都是冲着我来的，都是自己的家人的感觉。所以说，在家人面前，我觉得我会努力的做到最好。但是，就算是出现问题了，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理解。大家就在一起是聚会，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就像你跟朋友在一起开 party， 唱歌，大家想唱就唱，想玩就玩，想聊天就聊天，这种感觉很舒服。我都已经出道5年了，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我很想让大家看一看5年来我还在这，然后并且我达到了大家5年前对我的一种期望，并且我也想让大家知道我的初心没有变。所以我想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来让我的歌迷们全部都在的一个情况下，去很郑重的去告诉他们，这5年来你们选择我是没有错的。